你们都见过苏总那个未婚妻李大小姐吧？顶级豪门公主，气质碾压普通人10条街。那个秘书漂亮是漂亮，可跟李小姐站一块儿，完全没有那种与生俱来的豪门贵气，没得比呀。OK， 你夸老板娘可以，拉踩我干什么？我就是个老实上班的普通打工人，我请问怎么有豪门气质？给我砸1个亿，我给你当场变出豪门气质。说真的，豪门联姻要讲究门当户对的嘛。叶庆跟苏总整整7年，到头来还是抵不过门当户对的联姻。别提了，叶秘书也不容易。婚讯一出，我看他都憔悴了10岁。苏锦辰娶老婆关我什么事儿？我要是憔悴，纯粹是天天加班熬出来的，跟情情爱爱有啥关系？请进。苏总，今年是升职名单已经核对，给您过目。说重点。营销部连续2个季度业绩不达标，今年不建议给马入升迁，最多把部门实习生转正。马仁确实从来没做出过像样的大型公关事件。马任就是在八卦的那位，竟然造谣我和苏锦辰有一腿，还是卑微的地下情人。哼，我叶庆是这种忍辱负重的虐文女主吗？笑话，我根本就不在言情里，我可是职场文里可以截留信息，3言2语左右顶层决策的秘书。老马，今年就别想升了哈。中午吃什么？印象社那边新开了家意大利餐厅，评分还不错，要不要去？我中午没安排，你找好地方带我过去。那家某众点评评分4.9，菜品口碑很好，距离公司车程10分钟，不会耽误下午2点的项目会议。那就走，现在出发。电梯超载了，各位等下一趟再上来。这个淡淡的香水味儿，是我挑的银色双圈。苏总，叶秘书，这是一起出去吃饭啊？等一下，事情不是这样，你们听我解释。我和苏锦辰上的同一所大学，我喊他学长，一起做过项目，他成绩好，跟着他能拿国奖，毕业后进他公司也是这个道理。我知道学长是个强者，以后上市了我能分点原始股，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简单枯燥，散发着资本主义的同盛味儿。客观来讲，苏锦辰那张脸能碾压市面上90%言情小说男主，难得的是没有那些霸道总裁的毛病，吃饭不挑不矫情，很好养活。我点菜他从来也不抱怨，有什么吃什么，也不挑拣。2位中午好，本周周4本店推出专属情侣套餐，下单附赠1份手工甜品，性价比很高，请问2位需要考虑一下吗？挺划算，套餐里的那道焗龙虾单点都差不多这个价了。那就直接来1份。好的，先生，请2位稍等，菜品马上为您呈上。苏总，这可不行点啊！您已经和李小姐订婚了，万一被她撞见，会产生巨大误会。为什么？不是你说的划算吗？我又不是冤大头，给你单点焗龙虾。完了，他看出我来蹭吃焗龙虾，社死了，全被他给看透了。我去结账，去等我。你怎么会出现在这种高端西餐厅？这儿的销售水平，凭你那点工资吃得起吗？确实，平时我不会来这儿消费，今天是陪同老板外出办公踩点用餐的。情侣好惨，你特意勾着锦辰哥哥过来约会，你现在立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不然不会放过你。李小姐，苏总原本打算单独约您来这家餐厅，但他又怕这地方配不上您的格调。虽然慌的一批，但我毕竟还是一个见过大风大浪秘书，我就陪他先过来踩一下点。你说的都是真话，不会是故意糊弄我吧？不然为什么偏偏是情侣泡餐呢？
算你走运，以后别让我看到你跟我老公一起吃饭，不然别想要你的工作了。开除我等于断掉我稳定高薪工作，我那哥哥每个月的固定医药费还指着我呢。不要说不跟苏锦辰吃饭，就算一天只让我吃2顿，我也要保住我的饭碗啊。被李木儿敲打过之后，我感受到了职业危机。作为女秘书，要跟男老板保持适当的距离，但我自认为我的距离感保持得很好啊。这么多年对苏锦人没有半点肖想之心，我连他的手都没碰过。不小心碰到立刻站直道歉的那种。连续1周午休只吃外卖，味道差，我不想再吃外卖了。好的，收到，我立刻调整之后的午休安排。外卖这条路行不通，那我直接把中午所有空闲时段全部摆满商务应酬，安排他陪老头去喝酒，这样就不存在我俩单独吃饭的情况了，完美避开李木儿的忌忌。我不想再陪一群长辈喝酒应酬。这不是巧了吗？这不是李木儿也在盯盯我。先不管，鬼知道她一个大小姐为什么有盯盯，我每天一上班就看到她每天变着法儿盯我。为什么苏锦辰还没有跟她约会？是不是我这个恶毒女配操纵了她的行程？原来你们约会也归我管。好的吧。是的，苏总，晚上您有一个约会，用餐地点是印象城那家意大利西餐厅。上次那家。是的，配套情侣套餐红酒已经提前预定完毕，时间是6点。OK。苏锦辰和漂亮小姑娘喝上了酒，李木儿和她未婚夫约上了会，我的工作保住了，不用再两头受气。不过想象着他俩衣冠吃情侣套餐配法国红酒的样子，心里莫名有些气。这万恶的资本主义。现在立刻回公司加班。不合适的，老板，现在9点了呀。当初公司给同小区租房补贴，我一时贪图便宜，脑子一热租在了他隔壁。现在倒好，老板直接上门抓人加班，劳动法在他这里完全没有约束力，我真是被猪油蒙了心。不用多说，开个短会，处理今天积压的工作。最近你给我行程安排的一塌糊涂，主要是就餐方面。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，您说。你说呢？你自己心里清楚，不用我多说。英俊帅脸上左眼皮跳，真的火了。坏了，苏锦辰这次是真的动怒。我必须解释清楚，约会行程是李木儿连日逼迫我安排，不是我自作主张乱安排。如果您说的是晚上的约会，是老板娘这几天一直在钉钉上催我，我只是遵从她的要求调整行程，不是我擅作主。李木儿一个外人，为什么会有你的钉钉好友？果然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这个。我也想知道，我也不清楚，是他主动发送好友申请，我作为公司秘书，也不能直接拒绝合作方关联人员的好友请求呢。她不是老板娘，你要是再在工作中夹带其他人的私货，那你不用干了。他竟然因为他的未婚妻要辞退我，他不知道李木儿有多凶啊！
跟只吉娃娃似的，从第一面就冲着我乱吠。如果我被辞退，大龄未婚的我怎么找工作？仅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吃了吧，补充点东西。竟然是那家意大利餐厅的焗龙虾。我最近气色不好，医生说我不能吃重油重盐的夜宵。好，我吃。资本家叫人加班的花头可真是越来越多了，连美食诱惑这种手段都用上了，我恨。这次婚礼，你统筹操办。我一整个大震惊，他的眼神不像开玩笑啊。这不好的吧？毕竟这是老板您的私事，交给我不太合适吧，容易产生误会。婚礼规模盛大，后续需要配套大规模品牌公关宣发，属于集团品牌延伸项目，交给你负责，情理之中。那新娘那边会不会有意见？全程由我操办婚礼，万一她处处挑刺呢？产生更多矛盾。钱我出，事儿你定，就这样。秘书这个职位的事权确实很模糊，生活助理也涵盖在内。这苏锦琛还算不上我家总裁柔弱不能自理，但你看吃个饭都是我拿主意，他家装修那时候也是我找设计我监工。不过结婚这个事情毕竟不比其他，我心里说不出的堵。这都什么事儿啊？我还没谈过恋爱，我就要给苏锦琛和吉娃娃操办婚礼。我忙前忙后，吉娃娃穿着纯白婚纱风光大嫁。那请问大概的时间和预算是多少呢？婚期你自由安排，不用受限制，预算3000万。多少？3000万全权由我负责。我入职7年，从来没有经手过这么大的项目。婚礼这一环接一环，多少名目啊！这一轮一轮招标，我能捞多少回扣？叶沁，你的好日子在后头，结，尽快就结，越快越好。苏总，我保你风光大婚。出去，别在我跟前盯着钱两眼放光，看得心烦。竟然把我撵出去，不重要。他现在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，他是我亲爹。即使他要娶李木儿又怎样？我叶沁愿意认这个妈。什么狗血三角，什么修罗场，不存在的。我们3个就是幸福的一家。你给我出来！艾玛，李小姐啊，您是婚礼筹备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地方吗？我这边刚和苏总对接完婚礼预算的细节，你有需求可以慢慢说。少跟我扯婚礼！你现在立刻到2条街外的那家咖啡馆来，我有天大的事要问你，1分钟都不能迟到，我就在店里等你。我现在手上还有项目的预算表没有整理完，现在过去来回要半个小时，工作会耽误不少的。我不管你有什么工作，现在马上过来。你要是赶不来，我直接去公司找你。好的好的，正在来的路上，你稍等我10分钟。你倒是来得挺快，看来我的话你还是听得进去。你好，什么事啊？不过您特意找我，想必是有要紧事。如果是婚礼采购、场地布置相关的问题，我手机里存着完整策划案，现在就能翻给您核对。
锦琛哥哥昨天告诉我，他不会跟我结婚。你跟我解释一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一下子被他问住了。苏锦辰不跟你结婚，你不该去问他吗？关我什么事？我怎么解释啊？李小姐，婚约的决定权在苏总和您以及双方家长手里，我只是负责婚礼流程的工作人员，没办法干涉你们二人的感情选择。这件事您应该直接和苏总沟通会更清楚吧？你少装无辜，一定是你天天陪在锦琛哥哥身边，背地里挑拨我们的关系，故意劝他取消约，故意劝他取消婚约。是不是你在他耳边吹耳旁风啊？假惺惺给我们安排约会，实际上逼他跟我分手。没有的事儿，您先松开手听我说。今早他还跟我说要花3000万娶你。3000万啊，姐，你是我唯一的姐，摆明了是打算尽快和您完婚，我怎么可能去挑拨你们？3000万，真假的？你不会又在骗我吧？怎么会呢？策划方案我已经写了大半了，苏锦辰亲自敲定的预算数字，婚礼都在走流程了，妥妥的。他巴不得早点跟你完婚，我也衷心期待着那一天呢。你们不会想吞了我的嫁妆，贪了我家产业啊？少看点言情。好啊，既然这样，既然婚礼都已经在筹备了，那我现在要去采购大婚佩戴的珠宝首饰，你陪我一起去，帮我参考款式。可以，我陪您过去吧。同时我也能现场算下首饰价格，把控整体婚礼预算，避免后续采购超支3000万总额。把控预算，区区一点首饰钱，还用得着你操心？不过也好，带你长长见识，别你一辈子都没见过高端珠宝。动作快一点，别磨磨蹭蹭浪费我的时间。前方500米到达目的地。李小姐，您提前预约的独立 VIP 室已经收拾完毕，里面备好茶水和新款珠宝画册，我现在带二位过去。我要订婚礼珠宝。叶秘书，你坐啊，帮我一起挑选婚礼成套珠宝，多给我一点参考意见。是这样的，我们邀1688女孩进爱诗玛，确实需要勇气。叶秘书觉得哪个好？你仔细好好看，多点评几句。都挺好，看仔细点儿。像这种限量款高端珠宝，毕竟叶秘书你不要说买不起，就连看都没机会看，更别说有机会近距离观赏实物。哦，那没关系，我可以百度。现在网络信息这么发达，品牌官网、小某书、某音都有完整的珠宝实拍啊，包括参数讲解，都不用专程到线下门店，不存在看不到的情况。看我做什么？不知道现在信息时代，你工人奶奶眼界宽着呢。拿最新款的全套首饰画册重点页过来介绍。二位女士，这是品牌本年度限定钻石石全套首饰，钻石净度、切工都是顶级标准，款式线条华丽，非常适配豪门盛大婚礼。这套全套首饰多少？全部优惠结算完毕，总价1068万。好吧，我眼中的光熄灭了。这1000多万只买一套首饰，婚礼3000万总预算直接被消耗1/3，那后续
场地、宴席、公关、宣传、宾客、住宿，全部都要大额支出，这样下去不得超支呀？这套首饰有完整实物现货吗？我想试戴看看上身效果。整套项链暂无现货，仅有配套同系列钻石手镯有实物。我现在去柜台取来给您试戴。我输了，输得好彻底。他妈的那钻石好闪，我感觉我生命中有些美好的品德被摧毁了。在钻石的光芒中，我感受到了我的无力与渺小。把这双镶钻婚鞋拿过来，我要当场试。不用麻烦你，我要它来。叶秘书，你没事吧？大乔小姐，你侮辱我会上瘾吗？我堂堂7年首席秘书，凭什么承受这种无理委屈？绝对不能顺着他的要求妥协。这双鞋咱们不能买，预算已经濒临红线了。你花了1000万定项链，这边预算肯定就不够了。鞋子能省就省吧，反正裙子一盖就看不着了。你说什么？3000万不单单是给你花的，婚礼还有酒桌、场地、置景、置珠、鲜花、酒水、宾客的往来交通会和住宿。鉴于你们的身份，还有一个大头是公关，所以你看，其实费用是很紧的。你这双鞋我批不了，这是我自己结婚要穿的婚鞋，是属于我的私人物品，凭什么还需要经过你的批准？我花的可是我老公的钱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因为婚礼交给我操办了，苏总把整场婚礼项目全交给我了，所有婚礼相关资金都得需要经过我审批，超预算一律不好使，这是我提前敲定的工作安排。钱从我这儿走，所有的钱从我这儿走，再砸项链都没有。行，还有一丝理智尚存，停止了袭击行为。干嘛？你求我啊？你给我等着！我现在就去找景琛哥哥，让他看看你是怎么处处刁难我的，看他怎么治你！小姐，您别往心里去。李小姐平时性子骄纵，说话做事都比较冲动。这双婚鞋款式确实精致好看哈，等我哪天从她的婚礼上抠点钱，我也买一双。我在呢，苏总，就是这个狗男让我承受了一切，听到他的声音就来气，理都不想理。你现在人在哪儿？下午工作时间擅自离开公司，没请假也没打卡的。我陪同李小姐外出挑选婚礼珠宝来了，属于婚礼的外勤工作，一时忘记请假了。告诉我地址，在那儿等我。看来李默儿在他面前可不像对我这样金蛇狂舞。陪李默儿出去，最后订了什么珠宝？一款爱仕玛全年限定全套钻石首饰，折扣1068万。1000，喜欢就买了吧。1000多万的首饰说买就买，半点不心疼。我这一整天既要控预算，还要承受李默儿各种无端刁难，我破防了。晚上吃什么？不吃。吃什么吃？气都气饱了，狗男女。一下午花1000万，你还阴着脸啊？又不是买给我东西，我有什么可开心的？你那狗老婆还想让我跪着给她穿鞋？上车，后天有个起驾晚宴，名单发你了。你一会儿看看有什么人情往来的需要，去我家清点下礼物。
大小姐买项链，我加班，这个世界真不公平。随便坐，我去厨房简单做点吃的，清点礼品不急这一时。来吃点饭，肯定没好好吃东西。受了一肚子闷气，一碗热乎牛肉煲算是弥补我的工伤，总算能稍微平复糟糕的心情。礼品储藏之是在哪儿？我现在过去清点登记。我跟了他7年，知道生意场上有很多事情都不是靠表面规则做成的，人情往来就要送来送去。别人送苏谨言的，我要搞清楚能不能收，能收的按价格规制。然后要送礼的时候，看对面是什么人，求他办什么事儿，送相应的东西。谁送你的这2套修护面霜？你一个单身男人，储藏箱里放这种护肤品实在奇怪，我完全想不通送礼人的心思。记不清是哪个合作方送来的，忘记了，拿去吧。最近脸色黑得跟包公似的。这狗东西说话没一句爱听的，就你拿去3个字勉强能入耳。我每年都能从他这里翻出什么粉底液、口红、卸妆油、海子之别，他用不上的都归我。怎么一直有人送你胭脂水粉啊？我不理解，他们到底图什么？你觉得呢？那些送礼的客户，难道是想看你女装？叶琴，我真怕有一天忍不住把你给掐死。随便吧，死就死吧，我也活得不痛快。这一天天的都什么事儿？锦晨哥哥，我来给你送刚出炉的小蛋糕啦。你先上楼去应付他，我在这躲会儿，千万别让他看见我在这里，不然解释不清。怎么，什么时候还喜欢上了做贼？被他看见了不好，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洗不清什么？今天已经吵过一次，再来一场对峙，我实在扛不住。就是那个，你懂的。我不懂。躲什么？还是说，你心底对我藏着不老实的心思？心虚害怕被他撞见？别乱说话，他马上就要进来了，你先上去。待在这里别动。锦晨哥哥，你开门怎么磨蹭这么久啊？是不是家里有客人啊？你什么事儿？这苏锦琛可是个领地意识很强的人，性格很毒，平常家里都不准人来，阿姨打扫都要挑他上班的时候。我说了呀，我来给你送蛋糕。银泰那边新开了家蛋糕店，可好吃了，我排了老长的队送来给你尝尝。完了，地下室一览无余，根本没有能躲人的角落。叶倩，你这个死贱人！苏锦琛，他为什么会深夜待在你家里？你喊他什么？你再喊一遍。苏晨，你为什么护着他？他凭什么半夜待在你私人别墅？借过哈，其实我是来这里加班的。你下班加到上司家里来吗？你有没有廉耻？还加班？你手上拿的什么东西？当我不知道吗？别误会，这2瓶护肤品是我男朋友送给我的。我靠，你居然还有男朋友？你口中男朋友难道是苏锦琛？
你们合伙骗我！这是什么修罗场？现在场面彻底乱成一锅粥，我趁乱喝了吧。苏锦辰，你快把这个贱女人赶走！我不想在这里看到她。嘴巴放干净一点，不准动手伤人。这房子是他辛辛苦苦装的，他爱怎么来怎么来，爱干什么干什么。你是什么大人半夜跑到我家里对他大放厥词？我是什么人？我是你明面上的未婚妻。他半夜私闯你家，你不帮我，反倒护着这个外人。我认吗？你为了一个野女人，连我都不认了。你这张嘴，从来学不会好好称呼别人，对吧？好，那个，要不你们先吵，我家里还有事儿。他抽了根马鞭。李木儿，从小到大我都把你当妹妹，长辈说话你可以随意打断的吗？你哥今天就教教你该怎么跟人说话。我靠！苏总啊，您这是家暴！叶秘书，你看看，他打我，家暴只有一次和无数一次。李木儿，你现在立刻出来，这不是会好好叫人吗？他年纪小不懂事儿，您多包容一下，别真的动气伤了和气了啊。他变成现在这副无法无天的样子，都是旁人一味纵容惯出来的。叶秘书，你快保护我，他现在情绪失控，要动手。对，所以你识相点儿，赶紧把婚退了。我不。算了，把孩子打坏就不好了。她只是被宠坏的小姑娘，没必要较真。把蛋糕放好再走。苏锦辰，你等着。刚刚情急之下直接抱住他，现在冷静下来才觉得无比尴尬。不过好谢，我都硬着头皮打算跟李沫儿再干一仗，没想到苏锦琛直接过去开大了，把李沫儿狗头都给打爆了。不气，没人能这么说你。刚刚抱着我的滋味怎么样？方才死死搂着不肯撒手，还记得吗？对不起啊，苏总。认识你也小10年了，谁能想到你还打人啊？但我不打老婆。我对我老婆特别好。躺在床上，我的心还是轻飘的，想着苏锦辰那句“我对我老婆特别好”，想着他说这句话时的眼神，像是冲着我说的。阿沁，你哥身体不舒服，要拿药，赶紧转钱过来。今天正好是每月5号，是固定给哥哥支付医疗费的日子。突如其来的现实让所有起立的念头变成梦幻泡影，仿佛当头一捧冷水把我浇醒。想起苏锦琛从没说过喜欢我，看见我总是皱着眉，一副很嫌弃的模样，说话也阴阳怪气，还总叫我加班加到昏天黑地。我们之间没有半分情感，全是金钱。再说我们都认识这么多年了，他要对我有什么，不该早有了吗？哎呀，言情故事里的心动不属于普通人，霸道总裁配白富美，我们普通人吃瓜看戏就好。
昨晚在别墅那场闹剧过后，别再脑补苏锦那些暧昧话语了，好好打工赚钱。李沫儿依旧在找我，不过经过昨晚之后，还变得高冷了呢。每天只发一句在吗，看上去像枯燥网友闲聊，谁能想到他心里把我当成头号情敌。苏总在公司。叶秘书，苏总让发公关稿否认跟李小姐的婚讯。知道，他说过了。不止否认婚讯，苏总还特意交代稿子里加一句，他有交往整整7年的女友，两人感情十分深厚。真的假的？太假了吧，编的吧？你别看我了，肯定不是我。我要是老板娘，我干点什么不好我来上班？他如果有个交往7年的女朋友，那都能追溯到我们大学了，没可能我不知道。他真是张口就来，强行说自己有老婆，其实根本没有。完了，刚才随口说他没有7年女友的话全被听见，他心眼本来就小。苏总，明天上午项目会的资料我给您送进来核对。工作也不交代，还是我主动来戳戳他，问他明天的工作安排。他说要去外地开会，我说好的，他也没回，心眼真小。不就说他没老婆吗？他那薛定谔的老婆还貌似融了一些我的生平经历，我也没问他要版权费啊。明日一早我出差外地，所有行程你自行对接，不用找我。在吗？我们现在已经很有默契了，他都不打全句，就打个在吗？苏总今日出差不在公司，光看我俩的聊天记录，你都想象不到她是个把我当做情敌的白富美。不过这是我回的最后回的一条消息，因为很快李沫儿就杀来了公司。叶秘书，你被辞退了。李小姐，您哪位？说开除我就开除我。我是你的老板娘，锦城哥哥已经不需要你了，你赶紧离开这里。给你1000万，现在，立刻，马上离开他。好经典的情节。好吧，我可耻的心动了一下。不过按照我现在的工资加上公积金，1000万只能买断我20年不到。鉴于我可能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工作，起码得是1762万。你以为这点钱就能收买我吗？你真是给脸不要脸！哦，我知道了，他给你更多，对吗？啊！哎，你怎么还打人呢？他抢我老公，我打他怎么了？我打他还要挑日子吗？我没死，他的脸就不错了。叶倩，你有没有点羞耻心？你明明知道他要结婚了，还缠着他不放。为了几个钱，你破坏别人的家庭，你龌龊不龌龊？出来打工，我可以忍受任何委屈，但是他侮辱我的工作，那就触到我的底线了。被扣上小三标签，这种侮辱我无法忍受。厉小姐，如果你老公结婚了不能女秘书，那你就把他带回家拴起来，
因为他就算没有女秘书，他工作过程中也有女下属、女合作方，你岂不是要尖叫昏厥？保安，麻烦过来一趟。小姐，办公区域禁止喧哗闹事，请您配合离开。他小三在先，你们不赶他，反倒拦我，你们讲不讲道理啊？你们公司就是这样包庇有三儿的吗？小蒋，记录现场，李小姐来公司闹事，全部留存证据，走法律起诉流程。景琛哥哥，他破坏我们婚事，所有人都看见了，你不帮帮我？小蒋，起诉书上再追加一条，侮辱诽谤叶秘书，当众散播不实谣言。老总，这个得叶秘书自己去起诉，我们不负责员工名誉权。从今天起，公司全权负责他的名誉维权，流程全部由法务跟进。我又是不是公司很多场？那场订婚典礼是双方家长敲定的，我才是名正言顺的未婚妻，你凭什么处处偏袒外人？我的订婚典礼既没有通知我，也没有邀请我，我还是从马人的朋友圈看到的。这种单方帮婚约，我从来不认。我每天都在努力工作，我升职加薪都是靠加班。我知道，我都清楚。可现在大家都觉得我是睡上来的了，他们觉得我只是你的情妇。谁懂啊？7年全部被一句小三儿否定，委屈堵在胸口无处宣泄。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，你办了什么事，做了多少活儿，大家心里都有杆秤。况且，你也不是情妇。完蛋，等一下，我为什么要紧紧搂着苏锦辰？李沫儿刚来闹过，我的名誉岌岌可危。孤男寡女还是注意一下吧，我不想因为你的私事再受牵连了。先别走，有些事我该跟你坦白清楚。在我不知道的时候，他是不是找过你很多次麻烦？抱歉，以后不会了。前段时间公司现金流出了问题，因为他家有钱，父母就在我不同意的情况下给我订了婚。我没去。想不到苏总你这是被强娶后夺了。不早说。你也没问。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，但你毫不在意，你对我不闻不问。这场订婚我本人没有到场，属于长辈包办，不承认。果然大家都知道，除了我。不知什么时候起，我刻意回避苏锦琛的私事。我们每天一起上班下班，但我们离彼此又很遥远。阿庆，你哥突然住院，你立刻买票赶回来一趟，越快越好。哥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哪家医院？我马上请假买车票。我已经把所有的工作安排给了助理，然后自己给自己的批了个假，准备坐上回家的动车。我哥小时候打针伤了肾脏，干不动重体力活，常年要吃调理的药，每个月固定一笔医药费压在我头上。当年高中肱业，家里早早盘算把我随便嫁出去换彩礼，是我死死咬不肯。愧于所有时间全泡在兼职店里，熬夜打工凑生活费，拼死拼活才跑到大城市找工作。外人看着像是逆天改命，只有我自己清楚熬了多少苦日子。
这楼是我前几年给爸妈的30万积蓄，村里都说我们家日子过得红火。可这30万是我省吃俭用攒下来，我自己一贵点的衣服都舍不得买。昨天晚上您急急忙忙给我打电话，说我哥突然住院，我连夜请假坐7、8个小时动铁赶回来。他人现在在哪儿？楼上吗？能有什么大事？还是老样子，天天坐在楼上房间歇着，身子没恶化。我喊你回来是特意托媒人给你说了一门亲事，那小伙子条件特别好，配你刚刚好。我坐了一整夜的车，一路折腾到县城，再转中包，您就为了骗我回来相亲？拿我哥的身体安危当幌子骗我回乡，也不心疼我上班有多辛苦，从来不会问我吃的好不好，工作累不累，心里只惦记我的婚事能换来多少彩礼。人都已经走到家门口了，好歹跟人家见一面再走。你算算岁数，马上就要30了，村里跟你同龄的姑娘孩子都上小学了，说出去别人都要笑话我们家姑娘嫁不出去。那小伙子是城里回来创业的，长得周正，家底厚实，错过了再也找不到的这么合适的。老子有大事了，就输酒品茶。我早就料到了，年纪这么大还挑拣。城里待野了，看不上咱们乡下本分小伙子喽。这么多邻里盯着看热闹，硬走只会被全村嚼舌根传闲话。等见过那个相亲男生，我就立刻买票回城，再也不会轻易被家里一句谎话骗回来。早，你应该就是叶沁对吧？我是李子巴。我是真没想到乡下村里还能见到打扮这么时髦的男生，又是漂发又是戴耳环，完全跟周围环境割裂开来。我妈说长相俊倒是没骗人，只是这相亲场面属实尴尬。你看看你，起来也不知道梳头换身漂亮衣裳，这么邋里邋遢就出来见人，人家小伙子看着体面，别让人看清了你。等会儿跟人家好好相处，谈彩礼的时候底线30万，1分都不能松口。咱们供你读书这么多年，花了不少心血，这点补偿本来就该他出。在外累死累活上班，每月按时给家里打钱，30万的楼房都是我全款掏的。回一趟老家还要被亲妈明码标价拿去换彩礼，在他眼里我从来不是女儿，只是一笔能换钱的买卖，实在寒心。院里人多，说话不方便。要是你现在没别的琐事，跟我去外面田埂走走吧。我在村外承包了一大片农作物田地，顺便跟你说件正经正事儿，不是单纯过来相亲的。我前几年在互联网大厂做运营，每天高强度加班，通宵改方案是常态，体检报告一堆毛病，硬生生把身体熬垮了，索性直接就回乡了。承包村周边这片农田做乡村短视频账号，平时拍种地、农家日常，网上积累了不少粉丝，网友都调侃我是男版李子柒。取名蹭热点这块你算是玩明白了。村里长辈早就跟我提过你，名校毕业，在大城市给集团总裁做贴身秘书，统筹大型活动、项目规划、商务对接的能力都顶尖。我团队现在缺一个全盘总负责人，薪资标准不会低于你现在的公司，不用天天困在写字楼格子间打卡，田间、工作室两头自由调配，你可以好好考虑回来跟我合伙创业。留在城里每天无休止加班，还要应付无休无止的刁难，回到乡下有清静，也不用看脸色，工作时间自由，听上去确实是能治愈内耗的好出路。
可脑海里不受控制的自动跳出苏锦琛的模样，想起他午休和我分吃简餐，当初被刁难时他挡在我身前的画面，心里瞬间空落落的。我现在这工作其实挺安稳的，老板是我大学学长，我们共事7年，彼此都默契。能你心甘情愿常年996的老板，对你来说，肯定不单单只是上司这么简单吧？不聊这个了，地里玉米都熟了，我去帮忙收玉米。与其在这里纠结两难，不如下地干点农活，放空思绪呢。需要我留下来搭把手吗？不用，你先回院里歇着，我自己慢慢收会儿玉米就回去。嗯。乡下确实处处都舒服，空气干净，放眼全是青山绿水，安安静静，不用应付职场那些糟心事。反观城里，物价压人，房价高得望不到头，每天早晚挤拥挤地铁，关在格子间无休久加班，还要天天面对流言与刁难。可再好的田园风光，少了那个人也没有意义。苏锦琛还在城市里，他在城里啊，单单这一件事，我就舍不得彻底离开。沁沁，快找地方躲一躲，你老公来了。我哪知道你早就嫁人了，还傻乎乎给你张罗亲事，这下闹大了。那小伙子开着气派豪车，脸色难看至极，看着脾气特别冲，摆明是过来找你算账的。老公？我什么时候哪里来老公？不用多想了，100%是苏锦琛。我妈刚才跟他说了我跟李子巴相亲的事儿，他咋直接追到乡下来了？这下百口莫辩，解释说不清。你刚才跟他到底说了些什么？怎么把人引到田里来了？我就实话实说，你在家跟回乡创业的李子巴相处相亲，他听完脸瞬间沉得吓人，一句话没多说，径直往农田这片方向冲，马上就能找到你，你赶紧藏严实点儿。苏锦琛随便往别的方向走，千万别注意到这边晃动的叶片。就算你躲再深也没用，整片地我从村口一路走过来，每一片区域都看过了。我只是临时跟家里请了年假，压根没跟他说我老家在哪儿。他居然能一路追着找到村里，今天还刚好撞见我跟人见面相亲，这下怎么解释都显得我心虚，尴尬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村里的人都跟我说，你打算辞掉城里的工作，留下来跟那个回乡创业的男主播相处过日子。不是你心里想的那种关系，我今天只是那简单简了聊聊回乡创业的可能性，根本没有打算留下来和他相处，我只是……不管你打的什么主意，这份离职申请我是绝对不会批准的。你趁早死了这条心。7年2847天，3餐4季我们绑在一起，你只把我当成老板。我对你好，我不信你感觉不到。我从来没有细数过我们相伴的日子，他居然清楚记着，那他一直都把我们相处的时光放在心上。这么多年，无数个加班、一起吃饭、共同处理难题的时刻，你敢说，你真的没有一分一秒想过我？学长，我不敢想，你生来妖艳，家境优户，我背负家里重担，
每天为医药费、房租发愁，我们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掀着金汤匙出生的他，那年他上台用英语做汇报的时候，流利到我都听不懂。我拼了老命够到他的城市，而他的世界我连见都没见过。在苏锦言接手公司，到处参加企业家峰会的那一年，我要筹房租，筹我哥的医药费，筹明天陪他出席峰会时我1688的衣服够不够得体。我没有时间想爱。7年前你这么想，现在依旧这么想，你就没半点长进。哪怕我们之间有差距，我已经向你走了99步，我一个人7年。你呢？你能不能向我走一步，哪怕一小步？叶锦，你不是没有勇气的人，为什么单单对我这么吝啬？先跟你家里说清楚，那个相亲的男生只是旁人介绍，你没有半点心思。伤口还疼，你都不打算给我吹吹吗？这么多年，我一直习惯性仰望他，总觉得他站在云端之上，完美无瑕，无所不能。可今天我才真正看见他不完美、最真实的一面。褪去总裁的光环，他也只是个普通、鲜活、会疼会累的普通人。这样的他，褪去了距离感，还挺可爱。对了，我临时请的年假，也没有跟你说过我老家的具体地址，你到底是怎么查到这里的？你突然不回工作消息，钉钉、微信失联，毫无征兆就提交了年假申请。我太了解你了，怕你一时赌气，直接悄悄辞职离开，再也不回来了。实在放心不下，就顺着人事档案里的户籍比拜地址，一路转车赶过来。坐了10几个小时的火车，就怕晚一步找不到你。唉，我不至于这么折腾自己。你也知道，我这次回来纯粹是被我妈骗了。现在村里的相亲，大多都是长辈随口撮合的应付场面，我和她都没有半点别的心思。那你呢？你对这场相亲有过一丝心动，一丝念头吗？没有，自从见到你的那一刻起，我心里就再也装不下别人了。不过你也别光顾着说我，你到底跟我妈胡说八道什么了？把我妈吓得慌慌张张，急匆打电话让我躲起来。没什么，我刚进门看见阿姨在张罗相亲的事儿，一时心急，就随口喊了一声妈。既然你们俩互相中意，非要在一起，那我也不故意拆散你们。但我丑话说在前头，想跟我女儿好好处，必须依我一个条件。你得在县城给我儿子全款买一套新房，装修配套全部配齐，这事儿踏踏实实办成了，我才点头同意你们交往。妈，你……妈，您这个要求我没法直接答应，也没法独自做主。我名下所有的个人积蓄、公司大额可支配资金，这么多年一直都是叶倩统一管控打理。但凡涉及大额支出、不动产购置，必须经过她的统一签字，我说再多都不算数。这件事儿您得亲自和她商量。我太清楚我妈心里的算盘，无非是借着我的婚事，想从苏锦辰身上榨取最大利益，全盘补贴我哥。我们家算不上重男轻女到毁我性命的地步，可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感受过多少偏爱与疼爱。我一无所有来到这个世上，没人兜底，没人撑腰，就像田地里随处可见的野草，无人浇灌，任凭风吹雨打，硬生生自己熬着撑着，慢慢扎根。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人专门为我挡风避雨。
从来没有人把我委屈放在心上，除了苏锦辰。他没有当场被驳撕破脸面，还把话语权给了我，变相替我挡住了这场无理的道德绑架。这里待着太压抑了，我们今晚就回城吧。家里这些琐事，后续慢慢沟通就好。嗯。7年的朝夕相伴，早已胜过所有轰轰烈烈的热恋。2800多天的熟悉与陪伴，我足够了解你的所有模样。7年了，你也该放下所有防备，不再拒绝我了。你看我还是开着豪车来的，够不够给你打脸？他们压根不认识什么保时捷、宾利，还特意问我你开的到底是什么车，看着花里胡哨的，怀疑你是专门骗人的骗子。我不过是休了短短1周年假，钉钉消息99加，人人都在催我回来。看似是寻常加班，实则我心里清楚，公司眼下早已暗藏危机。究其根源，是因为苏锦城开新产品线，一直在烧钱。别看他人模狗样一个霸总，其实我们公司是做小零食的，是那种便利店货架上随处可见、人人都吃过的爆款零食，技术含量0，盗版无数，但就是永远都在热销。目前公司处境非常棘手，李木儿之前煽动多名股东撤资，新产品线持续烧钱，现在公司现金流严重不足，融资渠道暂时卡住，急需破局流量拉动营收。其实我们没必要一味被动承压，眼下的舆论危机完全可以反向利用。李木儿目前手握全网顶级热度，平台持续发酵他和苏总的过往纠葛，情感舆论全网吃瓜，持续热议，流量高度集中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打算把我打包卖给他？不，我哪敢啊！我的思路是，我们可以适度刺激一下李木儿，本身执念极深，极度在意苏总的一举一动，只要我们放出一点信号，他大概率会按耐不住主动造势，变相给我们送热度、送流量。与其被动承受舆论反噬，不如主动借势造势，利用吃瓜热度顺势曝光我们的全新零食产品线，把大众精准转化为产品曝光、东渐销量，用舆论红利破解现金流危机。叶秘书，厉害啊！热搜彻底爆了，现在词条挂在榜单前3，一堆黑关关对接消息堆在我后台，全网一半骂苏总负心，一半好奇咱们新品饮料。黑红也是红，有流量有话题，那就可以趁机带货。眼下这波送上门的免费热搜，千金难买。而且苏锦辰做产品是非常牛逼的，所有的口碑营销都买好了，从口起到包装就缺个引爆点。胆子越来越大了，公开我们的关系，居然事先都不跟我商量一声。
新品上线急需曝光，这波免费热后浪费太可惜了。所有自媒体我都安排样品配送了，等大家测评发文，舆论重心会自动转移到产品口感上。后续所有公关文案、舆情把控全部交给马然负责，让他盯紧好好把控舆论导向，谁敢造谣，直接处理。好的，哈苏总，我马上全员加急跟进，严控舆情，辅助叶秘书口碑。他还是一如既往，擅长用自我感动的文案塑造受害者人设，试图把所有脏水都泼到我身上，想毁掉我以及公司的口碑。调动公司全部公关资源，全额投放舆情澄清、风控控评，逐条澄清。哪怕耗时耗力，也必须把所有抹黑你的言论全部肃清。我绝对不会让你平白受半点委屈，背半点黑锅。苏总，目前前舆情还在持续恶化，李木儿保持每2小时更新一条动态的频率，反复造谣抹黑，大量路人网友被他的片面文案和断章图片误导，已经蔓延至多个平台热搜广场。即刻化全部公关备用预算，启动24小时全天贴后轮班机制，全员在岗，不间断控评，逐条澄清辟谣。全网所有恶意造谣抹黑网暴的账号，全部固定截图取证，留存数据。法务部同步加细整理成套起诉材料，绝不姑息任何造谣诋毁行为。信号。无论网上多少人跟风辱骂我，苏锦燕永远第一时间动用所有资源护住我的名声，从来不会让我独自承受网络暴力。有她撑腰，再难听的留言我都不害怕。网上乱七乱加糟的负面评论、造谣言论，你一眼都不用看，全部交公关和法务团队处理，我都会帮你一一扫清。你不用分析内耗，安心跟进新品对接工作就好。说实话，我们团队曾一致决定暂时搁置全有投资计划，但短短几天时间，局势彻底反转，全网清一色都是新品真实好评，产品破圈热度、流量转化、用户种草数据全部远超行业预期。经过我们连夜复盘评估，决定全力跟进新品长线项目。从前总有人戴着有色眼镜看我，只盯着我和苏锦言的私人关系嚼舌根，随意揣测我靠关系上位。但现在，所有人看见的只会是独当一面的我。再也不是那个依附别人只会被议论的叶沁。4万杨强。苏总、叶秘书，目前全网舆情已经基本清理维稳，负面热度大幅消退。不过早年所有抹黑叶秘书的旧图文、断章视频、恶意造谣贴还没有彻底下架清零。我整理了全套代删物理清单，需要统一安排团队彻底清理干净，杜绝后续再次发酵反噬。全部彻底清理下架，逐条溯源删除，后台清零，不留任何死角，不留半点隐患。这次舆情攻坚、流量翻盘，你全程跟进，处理得当，表现突出。等这件事彻底处理完毕，顺利收尾，你就可以升职了。谢谢苏总，谢谢叶秘书，我一定尽快收尾，彻底做好后续工作。之前交给你的婚礼项目，从现在起，不用你再跟进对接任何琐事了。哎呀，我的3000万大型婚礼项目，我心心念念筹备了这么久，一直暗自盘算着，借着这个顶级大案还能稳稳拿下一笔丰厚绩效提成。
怎么就全部收回去了？属实可惜，白期待这么久了。哎呀，我还不知道你的小心思，一直盯着这场婚礼的高额预算，满心想着精打细算，把控细节，多抠出一点绩效提成。3000万的项目，你半点都舍不得浪费，处处力求完美。可亲亲，天底下哪有让新娘操办婚礼的道理？我之前确实满脑子都是工作，光顾着琢磨这场大型项目的操作空间、绩效收益，一门心思扑在流程优化、成本把控上。整场婚礼的风格、细节、流程、花艺、配色、仪式环节，所有喜好我全部听你的，但繁琐的杂事全部由我亲自牵头对接团队全权搞定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只需要安心做新娘就够。我们既然已经敲定婚事，那是不是要正式拜访双方长辈？我父母思想传统固执，一辈子深耕豪门圈层，极其执着门当户对。早前和李家的联姻也是他们一手包办，只为稳固家族商业人脉。这段时间网上接连发酵的舆论风波，我们公开关系的种种动静，他们全都看在眼里，对我们这段婚事格外抵触。短时间之内，他们大概率是不愿意出面见面接纳你的。在他父母眼中，我依旧是出身普通、家世平平的普通人，还是阶层差差距摆在眼前，哪怕我们互相认定彼此，他的父母依旧可能会介意我的出身。放心好了，我爸妈那边我来解决。我们既然已经敲定婚事，那是不是要正式拜访双方长辈？我父母思想传统固执，一辈子深耕豪门圈层，极其执着门当户对。早前和李家的联姻也是他们一手包办，只为稳固家族商业人脉。这段时间网上接连发酵的舆论风波，我们公开关系的种种动静，他们全都看在眼里，对我们这段婚事格外抵触。短时间之内，他们大概率是不愿意出面见面接纳你的。在他父母眼中，我依旧是出身普通、家世平平的普通人，还是阶层差距摆在眼前，哪怕我们互相认定彼此，他的父母依旧可能会介意我的出身。放心好了，我爸妈那边我来解决。李牧彻底放弃纠缠了，没有再来公司闹事，这场持续数月的闹剧总算彻底结束了。叶秘书，多亏上次听苏总安排清理你的物料，我顺利拿到晋升名额，以后公关部的资源调配我会多多配合你。恭喜马哥升职，这新品当喜礼，沾沾喜气。叶沁，跟我上楼核对最终婚礼风格方案。我们的婚礼，所有婚纱、珠摆、宴席、花艺全部无预算上限，只要你喜欢，全部敲定。从前的我总把金钱提成当成唯一追求，但再好的项目，再多的提成，都比不上一个事事偏袒、满心都是我的人。有你真好。谨慎，咱们课题小组刚好缺一个人手。这个学妹笔试成绩特别亮眼，专业基础扎实，平时也踏实稳重，绝对靠谱。你带她一起做这次的调研课题呗。大学里太多女生借着组队请教问题的由头靠近我，大多都是想混项目履历、蹭资源、走捷径，根本不会踏实干活。看她这般乖巧模样，怕是也是抱着混分的心思。我的课题小组工作量繁重，绝不养这种混日子的闲人。我们这个调研项目工作量很大，熬夜整理数据、跑外潜调研、翻译外文资料都是常态，不养任何混日子的行人。做不来的话，现在就可以趁早退出。我可以的，
这些琐碎繁杂的工作我都可以独立完成，绝对不会偷懒，更不会拖整个小组的后腿。请你给我一个机会。我见过太多带着目的靠近我的人，功利、讨好、满心算计。可他不一样，他的眼里没有我，只有学业、机会和拼命努力的自己。既然他敢这么笃定的保证，那就暂且留下看看。同学您好，能不能帮忙填一下这份问卷呀？不用了，谢谢。6级2次才考过，外文阅读基础这么薄弱，他却硬生生啃完一整本专业外文文献，通宵整理全部调研数据。这份韧劲，学校里很少有人比得上。金晨，他基础这么差，还非要留他在组里，换个能力强的学妹效率高多了。他是我选定的组员，谁都不能换掉。学长，其实我一直……要不是因叶浅约了我，说在这儿请我吃饭，你约我吃饭，就在食堂随便应付。我拿到国奖奖金了，特意请学长吃饭的。那个预算有限，下次再去外面馆子。换地方，我选餐厅，你坐后座跟我走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此刻我只想带他单独去安静的餐厅，只有我们2个人相处。国奖奖金根本不够支付这桌火锅，早知道这家店价位这么高，我就不该随口说请客，这下要欠学长一顿大餐了。我自己付，说好我请客的，你别掏卡。所有刻意靠近我的女生，全是一身名牌，只有她一个人，拿着小羊皮钱包，小小的，很可爱。你专门请我吃饭，就没有别的话想跟我说吗？有的，这次课题我们拿了国奖，多亏学长全程带着我，以后学院还有同类调研项目，能不能继续带我组队呀？我还以为能说什么呢，结果他从头到尾只惦记课题，拿奖项，眼里只有学业和奖金。再说吧。我觉得呢，问卷可以分2个模块，先测基础认知，再挖深层需求，这样数据会更清晰。之后我们可以趁着没课的时候去图书馆整理问卷，效率会很高的。好了，不早了，我送你回去。我从来没有为任何东西发愁过，可他每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，连一顿像样的饭都要攒很久奖金才敢请。他可能根本没有多余心思去喜欢谁吧。学长，你怎么来食堂吃饭了？你平时不都出去吃馆子吗？外面吃腻了，偶尔来食堂换换口味。你平时就吃这些？平时生活费不多，省一点。晚上我在校外小餐馆兼职，后厨员工餐吃得很好，白天简单对付就行。什么东西？后厨？白天清汤白饭凑合，晚上还要打工到深夜，他活得太辛苦的吧？我想帮他。但我怕直接给钱会不会伤到他的自尊心，只能换别的方式关照了。
学长，我给你多加一个鸡蛋，不收钱。不可以施舍，但可以礼尚往来。倩倩，这是给你的，我喜欢你很久了。老林送你的花。他人挺好的。那你喜欢啊？挺好的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现在玫瑰花市价很贵，我打算养几天，之后转手卖掉换生活费。学长，你身边有人需要买花吗？别的女生收到玫瑰满心欢喜，只有她第一反应是转手变现，也挺奇葩的。可我非但不生气，反倒更放不下她，只想把这束花占为己有。你要转卖的话，卖给我就行，不用找别人。不要放在宿舍啊，免得被你室友看见尴尬。哎，这花有点眼熟呢。啊，女朋友送的。他拼了一整年，熬夜刷题跑调研，本该属于他的奖学金被人抢走，没人替他出头，那我就亲自替他讨回来，不能让他白白受委屈。学长，5000块奖学金下来了，我发财了！除了钱，你心里就没有别的想要的东西吗？有啊，学长。我们穷人如果想要什么，我们就不想。既然得不到，干脆就不去想，免得徒增难过。他这可不能放出去，不得净受欺负了。我们马上就要毕业了，我满心的心意，在他生存压力面前根本不值一提，也不是没有想过放弃，只是实在没有办法想象，往后余生都不是他。毕业一定要把他招进自己公司，守在他身边。将已发生结背景。学长，没想到面试官是你。好久不见，面试流程简单走一遍，你熟悉我的工作模式，入职后直接做我的贴身秘书。哇塞，跟着学长工作，未来不就能拿到原始股份了？前途一片光明啊！他眼里只有工作、薪资、未来发展，依旧没有半分对我的感情。没关系，我有大把时间慢慢等，我愿意慢慢陪他，等他放下心底的顾虑，看见我藏了许多年的心意。中午不用点食堂，我请你出去吃饭，想吃什么随便选。大三初见，我误以为她是投机取巧的女生，后来一起做课题，看见她吃苦耐熬，拼命努力，受了委屈独自崩溃大哭，毕业求职满心只为生计，2847天。从前他困在贫穷里不敢动心，往后我可以为他挡住所有风雨，3餐4季，岁岁年年，再也不会让他独自扛下一切苦难。以后所有饭，我都陪你一起吃。